乌俄战场发生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巨变，绝对会让每一个关注俄乌局势的军迷感到头皮发麻。在影片开始之前，我有个直击灵魂的问题想问问大家：在拥有几千枚核弹头、几百万大军的钢铁洪流面前，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史无前例地主动提出求和式的停打建议？又是怎样神出鬼没的降维打击，让俄罗斯新兵在战场上的平均存活时间被无情地压缩到了仅20分钟？别急着下结论，看完今天这期超硬核的深度解析，你一定会有一个全新认知。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把目光直接锁定在莫斯科。乌俄战争打到现在，俄罗斯到底被打得有多痛？我们直接看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的表态，这几段话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多了。首先，普京表示，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美欧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也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根本利益。你品，你细品，从一开始狂妄的特别军事行动，到不得不宣称的莫斯科保卫战、俄罗斯保卫战，现在竟然破天荒地用上了命运攸关这4个字，甚至还加码宣称俄罗斯要么强大，要么就不复存在。在战略心理学上，这意味着俄罗斯已经将这场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打成了俄罗斯自己的生存之战。一个入侵方现在竟然在担心自己会不会不复存在，这足以说明前线战况的惨烈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克里姆林宫的承受极限。也正是底气不足，普京竟然公开建议乌俄双方均停止打击对方领土纵深目标。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真的是冷笑出声。我就问一句，俄罗斯这4年来用导弹、用无人机把乌克兰的城市、电网、平民设施炸成了什么样？怎么现在乌克兰的长城火力网一建立起来，俄罗斯的炼油厂一座接一座的化为火海的时候，你突然跳出来说，哎呀，大家都不打纵深了好不好？如果不答应，俄方还要如何报复？这就是典型的只能我打你，你不能还手的巨婴逻辑。这只能说明一件事，乌克兰的纵深打击是真的把俄罗斯打痛了，痛到了不得不拉下面子来求饶的地步。照此下去，后方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忽视普京召开的那场关于保障国内市场燃料供应的会议。俄罗斯，一个靠卖石油天然气维持帝国运转的能源大国，竟然在国内爆发了燃料危机。这就好比一个开粮仓的财主，自己家里人快饿死了。这场危机的烈度远远超过了所有欧美智库的想象。它不仅仅是摧毁俄罗斯的经济，更致命的是，它正在一点一滴地摧毁俄罗斯普通民众的心理防线。当你所在的城市因为燃料短缺，公交车停运；当俄罗斯最大的航空公司因为燃油危机和制裁，1/3的机队被迫停飞；当物价飞涨，生活停摆，你还会觉得前线那场虚无缥缈的战争跟自己无关吗？反战人士的激增，内部民意的沸腾，这才是克里姆林宫夜不能寐的梦魇。普京还在试图挣扎，试图喊话特朗普，试图把特朗普拉回到俄罗斯这边，但在我看来，这大概率是痴人说梦。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愿意把赌注下在一个注定失败的玩家身上。俄罗斯的失败在战略上已经不可避免，发动战争也许只需要独裁者的一念之间，但想要结束战争，那就不是你说了算。无论未来俄罗斯要吞下多么苦涩的账单，这都是他们为狂妄必须付出的代价。普京之所以那么急，除了后方能源问题，前线也是一大因素。根据爆料，俄新兵上前线的平均存活时间仅仅只有20分钟。根据《纽约时报》发布的一份重磅报道，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数据被公之于众：俄罗斯招募的新兵在被填入战区后，他们的平均存活时间仅仅只有20到35分钟。20分钟，这也就是看半集电视剧的时间。一个活生生的人刚刚跳下运兵车，还没来得及搞清楚东南西北，就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有的观众可能会问，俄罗斯不是有源源不断的兵源吗？不是号称战斗民族吗？怎么会打成这样？因为时代变了，这些年轻的甚至年迈的俄罗斯士兵正在成为无人机时代最廉价的耗材。在漫天的乌克兰 FPV 穿越机面前，全天候悬停的侦察无人机与精确制导火炮的火网交织下，传统步兵的血肉之躯显得如此可笑且无力。这就难怪乌克兰情报部门敢于直言不讳地嘲讽，俄军在战场上消耗人命的速度已经远远大于他们从大后方拉壮丁补充新兵的速度。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个极其荒诞的笑话：俄罗斯占领顿涅茨克的最后期限，泽连斯基在前几天的讲话中毫不留情地撕下了俄军的伪装。自2022年开战以来，俄罗斯军方为了拿下顿涅茨克地区，已经设定了整整15个最后期限。
从2022年要求3月31日拿下，推迟到6月1日，再推迟到9月15日，一路画饼，一路打脸，一直推迟到2026年。前段时间，他们又厚颜无耻地宣称要在今年12月31日前攻占全境。指挥官在地图上撒谎，基层士兵在泥潭里送命。当军队内部的压力达到临界点，哗变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就在6月份，发生了一件震动整个俄罗斯军方的大事。前俄罗斯志愿战士苏多普拉托夫志愿营的侦察指挥官亚历山大·卢宁被俄罗斯当局秘密逮捕，拘留了整整11天。这位曾在库尔斯克血战甚至被打出脑震荡的39岁老兵，在6月做了一件事，他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段对普京的视频讲话。在视频里，他控诉俄罗斯军方指挥官，指责他们不仅疯狂折磨士兵，还强迫士兵缴纳买命钱，甚至逼迫部队去执行那些毫无意义的自杀式命令。最震撼的是，他直接对着镜头发出警告，如果普京不见他，如果他的担忧被忽视，军队将用武器对准克里姆林宫。这句话一出，整个俄罗斯都震惊了。这个视频在短短24小时内播放量直接冲破了1200万次，这说明卢宁喊出了千万俄罗斯士兵和家属的心声。虽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事后试图淡化处理，敷衍说还没时间看，但转头俄罗斯的秘密警察就在夜里突袭了卢宁在沃罗涅日的家，没收了所有的电脑和设备，直接让其人间蒸发。只能说，一支依靠谎言、压迫、独占队和自杀式冲锋维持的军队，表面上再庞大，它的内部也早已千疮百孔。卢宁是整个俄罗斯前线军心崩溃的缩影。在俄罗斯陷入泥潭的同时，乌克兰在干什么？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彻底改写战争规则的风暴。乌克兰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在最近接受的采访时抛出了一个作战概念。他指出，乌克兰现在有6个月的短暂窗口期，在这6个月里，乌克兰必须利用国际资金启动一个新的战争创新周期，赶在俄罗斯适应当前模式之前，彻底用科技扭转局势。什么是真正的不对称作战？费多罗夫给出了答案。他直接建议把原本用来维修传统坦克的2亿欧元毫不犹豫地全部砍掉，重新分配，用来生产中程打击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后勤和运输。在资源有限的残酷现实下，你不可能做到样样精通，必须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如果你觉得中程无人机已经足够惊艳，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绝对是我最痴迷、最狂热，也是这场战争即将迎来大结局的终极火力系统。这才是真正的重头戏，整个俄罗斯都扛不住。根据彭博社的最新分析，2026年以来，俄罗斯有近半数的行政区，涵盖超过70%人口的所在地，至少发布过一次防空飞弹警报。从伏尔加河畔的萨马拉市到距离乌克兰边界将近3000公里的西伯利亚西南部鄂木斯克州都没能幸免，战火烧毁了侵略者的老巢。乌克兰到底用了什么实现武器能打到3000公里外？答案揭晓，它就是乌克兰军工体系在战火中淬炼出的镇国神器火烈鸟。提到它，我真的必须给乌克兰军工鼓个掌。在每天顶着俄罗斯导弹轰炸的情况下，他们竟然量产出了这种最大射程达到3000公里的怪物。这意味着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所有重镇、军工厂、炼油设施，甚至一直延伸到乌拉尔山脉以西的战略大后方，全部都被纳入了乌克兰的打击范围。这还没完，乌克兰不仅有火烈鸟，他们还对那款曾在2022年一发入魂，直接把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送进海底喂鱼的海王星进行了深度魔改。现在的海王星射程提升到了1000公里，并且具备了强悍的对地攻击能力。这2款国产飞弹搭配上乌克兰迅速扩充的攻击无人机机队，玩出了一套让俄罗斯防空军吐血的复合式饱和攻击战术。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报道，乌军先释放廉价的长城自杀式无人机，消耗俄罗斯 S300、S400 的雷达算力与昂贵的拦截弹。等到俄罗斯防空网出现疲态，甚至打空弹匣后，隐藏在机群后方贴地飞行的火烈鸟和海王星就会瞬间刺透俄防线，直接将高价值目标炸上天。这就是我最爱的暴力美学，没有什么是饱和攻击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在无人机群里再混编几枚巡野飞弹。这套战术的战果极其辉煌。6月30日，莫斯科州多地遇袭，当地居民也拍下了空中清晰的无人机身影，还能听到孩子们在说：“看，乌克兰的鸟儿又来了。”这表明乌军对俄首都的空袭已渐趋常态化，并深刻影响了俄罗斯人的生活。紧接着，各地陆续还有巨响传来，目前还没有更具体的战况传出，预计不久后就有详细的卫星图像出炉了。这是乌克兰1周内第3次打击莫斯科。
而首都的能源紧缺问题还在蔓延。如今莫斯科的部队公交车已停运，道路旁可以看到停放着多个车辆。同样的状况还发生在航空领域。据《生意人报》的文章称，由于燃油危机和制裁，俄罗斯最大的航空公司已有1/3的机队停飞。7月1日，泽连斯基亲自证实，乌军的远程打击直接命中距离前线1300公里的乌法炼油厂，这可是俄罗斯最大的润滑油生产基地之一，同时还打爆了本萨州一座生产飞弹零组件的军工设施。在另一次针对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联合打击中，乌军一口气动用了110架无人机与5枚火烈鸟飞弹，直接把俄罗斯的战时经济打到了大动脉出血。在克里米亚更是惨不忍睹，空袭直接切断了燃料供应，民用汽油被严格限制，物流通道被死死掐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了俄罗斯国内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燃料危机。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乌克兰的国产火力已经足够炸裂了？先别急，真正的战略杀招还在后面。乌军对莫斯科州的打击已经是家常便饭，但乌克兰人的野心远不止于此。现任防长菲多罗夫正在下的一盘大棋，彻底暴露了乌克兰要将俄罗斯军力驱使的决心。他们正在和法国进行极其机密的谈判，目标只有一个，拿到 SCALP，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风暴阴影的本土生产许可证。这可是目前现役技术最复杂、最顶级的隐身巡航导弹之一。它那重达450公斤的串联战斗部，简直就是为了对付地下掩体与指挥中心而生的。自打援助给基辅以来，乌军用它获得了不少战果，炸黑海舰队总部、炸大桥、炸防空阵地，全是一击必杀。在6月22日，乌军仅仅用了2枚风暴阴影，就把沃罗涅日的俄罗斯导弹工厂炸成了废墟。在乌东俄战区，顿涅茨克的俄军基地和机场更是被这玩意儿当成了后花园。但以前的问题是，这款飞弹太贵、太稀有，乌克兰打起来只能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乌克兰一旦在本土建立了生产线，实现了风暴阴影的量产化，那就有意思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风暴阴影配合着本土的火烈鸟对莫斯科的核心目标发起毫不留情的全天候立体式饱和攻击，那种防空压力足以让任何国家的防御系统在那一瞬间直接崩溃。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战术反击了，这是在用降维的科技实力重新定义现代战争的法则。毫无疑问，随着生产线的铺开，莫斯科、圣彼得堡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心脏，仍将是乌克兰无人机与导弹最核心的狂欢场。总的来说，从普京无奈的求和建议与生存警告，到前线20分钟寿命的绞肉机，从卢宁不惜哗变的绝望呐喊，到乌克兰火烈鸟与风暴阴影交织出的火网，这场战争早已经不是二战模式。我们在见证的是一个僵化、腐朽的旧时代霸权，在一个依靠科技创新、誓死捍卫家园意志的国家面前轰然倒塌的全过程。俄罗斯发动这场战争或许轻而易举，但他们永远算错了一点：当你试图去征服一个为了生存可以爆发出无限创造力的民族时，你最终要面对的将是无法承受的惨痛代价。无论未来还要打多久，乌克兰这只曾经被轻视的猎物已经长出了足以撕裂北极熊喉咙的獠牙。他们正在用自己的鲜血和智慧告诉世界，只要不放弃，再微小的力量也能创造出奇迹。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你觉得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乌军能获得什么成果？俄罗斯这边是内部先爆发无法压制的哗变，还是在漫天的巡航导弹中被迫低头认输？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交流。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与转发支持，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